日本呢就有媒体称了，说解放军啊进行了军旗推演之后，发现这个俄乌冲突啊打不久了，只能再坚持3个月，所以呢，中国在做相应的准备。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我是张斌。这条消息啊是日本的日经新闻发布出来的。他说呀，中国的解放军的军科院呢最近做了一个兵棋推演，说是现在俄军虽然在军事上是占有优势，但是呢双方其实现在都有点精疲力尽了精疲力竭的这个感觉，特别是在经济方面，在资金方面都出现即将面临枯竭的这么一个状态，因此呢双方都很难再坚持下去，也许最快就到今年夏天就要结束这个战争，双方下来要谈这些事情了。咱们先说起这个军旗推演这一件事情其实这是一种研究和预判武装冲突以及这个作战的一种方式它虽然不是真的，但是呢，它可以做到非常接近事实。事实上，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军旗军演确实可以非常有效的预判一场这个军事行动。但是军旗推演它有它的各种的先提条件，它也会设定不同的条件来推导出不同的结果。我们现在回到这条新闻上来看这条新闻让人听了之后呢，总是感到呢，似乎这里边总是有一点东西说的不是很明。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日媒会搞出这么一个消息出来呢？咱们首先看看这个日经新闻日经新闻呢，它是一个经济类，因为它本身就是日经嘛，经济类的嘛，它本身就是经济类的东西。以往来说，它在经济面的分析，尤其是对日本国内和周边的经济分析，特别是一些行业经济分析上真的是非常有价值的它不太多介入时政和地缘政治、地缘关系的事情。但是最近这1年多来它频繁的在这方面，在政治方面他发布各种的消息，做各种的分析发表了各种的文章。你就前一段他不是搞了一个系列专题嘛？他说这个台湾地区这个退役的这个军官之中，90%都向大陆地区出卖情报以换钱，引起了台湾岛内的一片哗然当然这个说法呢肯定是有点胡说八道的这么一个事情，很明显是在扰动舆论。那么日经现在转过来做这些政治类的东西这个事情本身其实就反映着日本社会这个日本舆论的一种变化。而且这个消息本身他说这个军科院我们的军科院在做了这个军旗推演，这个东西我们没有进行公开正面的报道，那么日本从哪儿得来的消息那么这些消息准不准呢？这都不好说了这个消息的可靠性首先打一个问号。就算是有这么一个事情，但事实上来讲，我们军科院作为一个军事科学单位，它进行各方面的研究，这也是很正常的。如果真的进行这种兵棋推演的话，也不是说只有一个前提条件，只有一个结论的。任何的军棋推演，它都会设定不同的状态、不同的条件，得出不同的结论，然后再进行比对分析。所以呢，很显然这日经新闻这个消息的可靠性要打一个问号。就算是有这么一件事，它也进行了一些选择的报道。第二一点呢，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在这边是在做过度的解读，因为他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正是因为解放军的军科院做了兵棋推演，所以中国才调整了整体的这个政策，推出了一个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立场这么一个和平的一个方案。他把这两个事联系到一起这个呢其实这个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对吧？我们对俄乌冲突的立场一开始就非常的明确，也并不会因为一场这个军事技术方面的一次推演而去马上出台一个什么方案。但他这个东西呢说透了之后，日本他就是想把这个气氛给你烘托出来，这在其中呢特别的提出了我们提出的这个12项的内容。他还把这个第1条给突出出来说，因为我们第1条就提到了一个尊重主权的问题。日本媒体就认为这个实际上是中国这是对着俄罗斯说的这个话，很明显这是要离间中俄关系。其实我们对俄乌冲突的判断一直是站在中立的立场，
包括乌克兰，包括俄罗斯，他们存在什么问题，我们都清晰地表达了我们的观点。你现在来去强调这个，很明显是有日本的这方面的用意和用心的。第三一点呢，其实通过日经新闻呢，通过这么一个报道啊，它也是在释放一种信息，来制造这个舆论，来预热一下，来干扰未来俄乌冲突的一个和平的走向。很显然，这背后绝不是那么简单的。